本节目由满满鲜牛乳、浓浓中国韵的旭劲欢团扇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历史交互大有用处。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首席特约播出。感谢我在舞台在炸场让我来的耐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式体型管理专家的乐姿乐颜型美 C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满杯椰椰系列重磅回归，夏日理想椰。感谢肯德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好，欢迎来到了不起舞社情报站。快来看看咱们的微博了不起舞社心愿回收基地又搜罗到哪些心愿。期待赞多、程潇等主理人与社员们的正式合作舞台。第二次汇演，4位主理人将各自带队正面对抗。别忘了上周新手挑战杯的排名对第二次汇演可是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4支队伍的拉票时间。接下来出场顺序的选择就要靠4位主理人极限拉扯了。我相信我的命运。好，可以。是有战术的。第二个出吧。由于菲菲主理人领衔的旗袍组发挥出色，他拥有了2次战术调整权，出场顺序和拉票时间尽在掌握，这压力都给到菲菲了呀。有2次挪动的机会。平常你跟哪组交情比较好？跟我们组交情最好。菲菲姐，菲菲姐，姐姐，今天真的很完美，但是这世界最漂亮的 beautiful ladies， 所以我想快看你们的表演了。我想说 ，Ten， 虽然姐姐真的很爱你，但是 I'm sorry。这个不是爱的，姐姐。你真的爱我的话，你要放在这里吧。4。赞多。哇！赞多挠了一下头，说还不如第一个。是不是还有1次？对，还有1次。姐姐，你可以回复我的爱。最后一次挪动的机会，还可以挪动拉票时间。那我就姐姐爱你一点，好吧？谢谢。好的。其实第4的也还不错，拿到不错的出场序，可拉票时间有点惨。不用，我说话不是那么好的，所以只有舞台上表演就行。OK。看了这么久的第2次汇报演出，这次说什么也要和大家见面。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说再见，跟某些人说再见。本节目由满满鲜牛乳、浓浓中国韵的旭劲欢团扇冰淇淋独家冠名播出，历史交互大有用处。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首席特约播出。感谢耐克女子街舞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式体型管理专家的乐姿乐颜型美 C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满杯椰椰系列重磅回归，夏日理想椰。感谢肯德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这里是由满满鲜牛乳、浓浓中国韵的旭劲欢冰淇淋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了不起舞社。欢迎来到了不起舞社第2次汇报演出的现场。今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誉争取战。4位主理人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好，来站一排，姑娘们。5、6、7，走。我们风华绝代，无可替代。哇哦！其他组有压力了吧？来，人生得意须尽欢，今天我们美到翻。退，สวัสดีครับ OK。哇！人生得意须尽欢。你们3组旁边观。那么今天的汇报演出，每支起舞表演完毕后，我们仍将延续大众评审和专业技术评审2个分数相加，即为今日每支队伍的最终成绩。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5位专业技术评审，现场的50位大众评审，他们是即将在《这就是街舞》第5季与大家见面的专业舞者们。今晚最终排名第1的队伍，将全员成为舞社的一线队员。哇！全员留下！哇！全部留下！朋友们，拼了呀！排名最后的队伍将全员成为预备队。又玩全员。今晚考核后，加上前2次考核，3次都是预备队员成绩的学员，将从舞社毕业。那就是预备队员就是要被淘汰的意思。真的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成为预备队员的次数还是蛮多的。我自己是从彩排完之后，突然心里有底了。我觉得我们这组，我们应该能拿个第1吧。就是想拿第1，就是如果拿到这个成绩的话，还是希望更多的是能让队友安全下来。首先要登场的是由李永清 TEN 主理人带教的锤子组。这支队伍拥有一线队员崔文美秀，正式队员张玉子、郭佳宇、李陈嘉义，预备队员伍思、杨诗雨、龙运竹、王木南、陈子乔、刘逸轩、优越、尤淼。fighting！大家准备好了吗？请开始你们的表演。第1个出场，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难，因为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吃亏。我感觉大家那个热情比之前还要大，觉得我们可以争第1。有请李永清 TEN 老师带教的锤子组带来他们的表演。其实我看这个名字的 list 的时候，说实话我有一点担心，因为我的队员是没有那么多正式的队员嘛，然后比较预备队员更多的。Hello， 我们还有5天嘛，1周。OK， 我们4天一起练习，我希望。每天啊，每天。因为这个是你们的舞台，也是我的舞台嘛，所以我想把这个舞台这个 boom， 所以你们要学力跳啊。好，那必须的。等一下。这个是什么？可以做小动作吗？如果哒，砰，咚咚卡，那就是3往这儿看。她是个女王一样的。OK。走5、6、7、8，咚，踏。OK。在练习的时候，我每次都跟大家说是 OK，be more confident， 要表达自己嘛，因为中间的人真的很重要的。然后呢，可以是一点点的队形，真是一点点。仙儿可以在这里，因为我们3个人在这里跳舞嘛，所以 I want everyone to focus on that way。OK， 试一下。5、6、7、8、1、2、3、4。Nice。Yeah。OK， 我们一起做吧。太累了，这舞真的累。
没关系，休息5分钟，然后再拍。真的没有练习，拿命跳。救命啊！滕老师在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是没有怎么休息，只要在练习的话，就是一遍一遍来，一遍一遍来，特别消耗体力，太猛了！这是我活了20多年来最大运动量，真的。这舞连着跳真的要命了，还有一遍大的，救我吧！我也不说啥了，太累了。加油！来，元素 ，Let's go！ 5、6、7、Go！ 滕老师全程都陪伴我们排练下来，不管多累吧，他都没有表达出自己很累，因为他很刻苦、很努力，所以就是把我们带得更刻苦、更努力了。OK， 我们试一下，然后忘的人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30分。忘动作的人做俯卧撑30个。Sorry。啊，等一下。他真的很可爱，很有耐心。滕主理人特别认真，就是比如说我们定的下午2点排练，他12点有时候就会到得很早，他到了在那自己排练，然后等我们来，帮我们跟着我们一起练。我们练到6点吧。好。OK，Let's go。走，起跳，2、3。滕老师就一直跟我们一起练，哪怕没有他的 part， 因为他的存在，然后我们对这支作品越来越有信心，后来配合的越来越好。哇，太帅了吧！如果我们这个努力练习，然后在这个舞台上拿到 number one， 我给你们一个礼物，是我自己这个。OK。队长来10遍，每天练10遍，然后20遍。加油啊，姐妹们，有盼头了，来。然后这个是在世界里有15个。他们的气氛是很好的，觉得他们都很 nice。哇哦！
Ten 老师就是怎么说呢？我当时为他尖叫，为他打 call， 为他痴狂，为他喊破喉咙，就是我有点就是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太帅了。谢谢李永清 Ten 和他的锤子组。接下来，李永清 Ten 老师带教的锤子组总共有20秒拉票时间。好的，现在我们队的 rapper 还 beatboxer。欢迎各位大家来到今天的舞台，希望。还有时间，还有54，还有时间。欢迎各位评委老师来到今天的舞台，我们非常用心准备了这个舞台，希望大家给我们投上表quyết的一票，我们非常爱你们，要。投票！太酷了！太可爱了。好，接下来现场50位大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锤子组的这支舞蹈，请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3、2、1，请投票。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锤子组印象比较深刻是他们的一个队形变化，然后他们的队形的编排各方面的都跟我们圈内的起舞作品是很接近的。锤子组就非常诠释了锤子这个感觉，因为现在他们是比较 swag style 跟一些比较我们所谓的打铁，就是非常控制框架，其实是蛮累的，所以我觉得它整体能够这么跳下来，对于这些姑娘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非常精彩啊！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们这一组主要的这一支舞蹈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是 swag team 嘛，我想，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为了是女生跳 swag 的时候可以好像没有力嘛，所以我想表达女人跳 swag 也很有力，很有 swag， 也有很酷的，所以不要有这个 judgment， 对。那各位同学们，你们觉得做到了吗？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而且我们这支舞就是除了展现女生的 power， 还有女生的性感，中间有设计一段爵士。然后其实Ten老师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整个编排下来，他也会给我们很多层次的变化，还有速度，包括我们一开始的画面，就是Ten老师去帮我们修改的，很多地板的卡拍，还有一些小细节，就是都是Ten老师讲的。然后Ten老师永远在陪着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哪怕没有他跳的部分，他都是坐在凳子上，然后陪我们跳。就是他也会告诉我们，哎，这里该怎么样会更好。这就是我觉得Ten老师就感动我们的地方，给了我们很多力量。对。就是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像我之前就很害怕跳 swag， 在舞室的时候就不会去上 swag 这种课，就是会逃避一下，因为自己跳起来很像螳螂那种感觉。然后但这次能和尤淼就是有一趴可以和Ten老师在前面跳的机会，而且这段动作是Ten老师自己编的，然后他很认真教我们这一趴，对。所以可以说Ten老师是你们的团宠吗？哦，是的。团宠是团宠就是大家最疼爱的人啊！哦，谢谢。因为我们组是我们所有舞社里最吵的女孩子都集合在了一起，然后我们排练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吵，就大家叽叽喳喳，但是这个时候Ten老师就会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们，然后他想加入，但是他又加入不进来，因为他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在我们说完之后，他会来个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我这样。哎，其实就是有点那种歌舞青春的那个感觉，那个电影的那种感觉。对，就是美东 house 的邻居，然后大家听到音乐一起聚集到一起，然后每一栋邻居的意思，这是美东 house 邻居，大家跳一起团结，然后每个哦，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
看样子这个天老师是大家的团宠，真的是毋庸置疑的，大家聊起你来聊不停了。那我也想要请问一下3位金牌主理人有没有话要说？我觉得哈露娜和王木南让我觉得进步蛮大的，因为他们之前就不是跳 swag 嘛。我也觉得优越真的是，对，可能是从那个 B-box 开始，就整个人风格就变了。对，开发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东西。对，然后说啊，他原来是这样的啊。舞狮也是的，舞狮是本来 pop 吧 ，popping 和 swag 是不一样的那种流动的感，但是今天的那种作品里面是你是 swag 的那种 groove， 所以很棒，很酷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进步很大的是玉子，对，特别是他中间出来的那一下，然后就是会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我说这个以前就是感觉没有怎么注意到，但是这一次就突然一下就看到了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大家都真的有很努力的练习，就是真的很齐。对，平均的水平都非常厉害，都非常好。谢谢。OK， 那么代表50位大众评审的毛巾数已经到我手上了，恭喜锤子组最终获得了35条毛巾。现在我们5位专业技术评审的分数已经暂时封存，等待最后一刻一同揭晓。谢谢。哇，今天有粉色的许金花，人间月桃，戳中我的少女心。它是国内首款碳中和冰激凌哦，连外包装也是环保可回收的。它的棒切还能当做书签用，原来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真不愧是我最爱的徐静欢。我蛮期待他们两个的。你们光脚吗？光脚，好爽哦！我想光脚，好久没穿高跟鞋跳舞了。我穿高跟鞋根本跳不了，整个人真的抖。接下来登场的是由王菲菲主理人带教的旗袍组。这支队伍拥有一线队员唐丽佳、王君馨，正式队员刘娇妮、陈奕希、赵舒然、简之婷，预备队员毛正熙、芭比、陈书毅。好美，毛毛女人，大家都还蛮适合旗袍的，其实。林永熙、宋肖阳、胡然儿，好美！有请菲菲老师。好美呀！哇！请开始你们的舞蹈。我们最后排练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进步了很多。我是对我们的舞蹈挺有信心的。我觉得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有菲菲姐在，我们就舞台上见就对了。有请王菲菲主理人带教的旗袍组带来他们的作品。来吧，来跳舞，朋友们！衣服，先量量一下衣服。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是想要传统的旗袍，还是说有一点点。就什么一边肩露出来啊，或者是什么一边岔开出来，就是想不知道是那种肯定是身材的曲线会更好看一点点。可以定做的话是最好的，我觉得肯定是根据每个人的量身定做的话是最好的。旗袍它是更紧身，然后就是其实如果是对于我来说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安全的感觉，所以就会首先是心理上有一些压力。旗袍这个东西真的在我的印象里是非常害怕，我特别害怕穿紧身的。看我平时练舞都不会穿紧身的衣服，突然让我穿的紧身，从头包到尾，然后还要穿个高跟鞋，简直就是一个死亡组合，我都不敢想，我感觉我上不了2公的舞台了。就是你得把它脱了，然后把它扎起来。扎起来。你要是觉得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就把你这个衣服系在腰上。衣服呢就细了呢，这就可以再捞起来一点，到这儿，没有安全感。改造计划，毛毛改造计划，就是第1天可以到这儿，
就是一天一天那个厘米数要就往上增加一点。对，其实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大家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有人都是穿这种风格衣服嘛，所以我觉得我穿一下就会很融入。以前没有尝试，一尝试其实发现真的没什么，还挺好的。走，哎，对对，非常好，好，走胸腰啊，就胸腰嘛，就看一点天花板，你看天花板，对，左，从这个地方走，对，对的，对的，你要落对了，我一直回转过去，怎么你站到后面？不行，你要跟我们共同进步，我们是一个队的，对吗？是吗？好，我们加油哈，再来C。我就感觉每一天都在做自我的那个心理挑战吧，就是说说服自己，能够去接受这个东西。怎么了？你有病。他很温柔的，他很能疗愈心灵的。咋了？来跟姐姐说一下，有什么心里的苦楚？知心大姐姐为你解惑。就是自己压力太大。首先，你自己心理的建设是很重要的。这个无论是你跳的，你觉得可能，我说实话，肯定是跟你的 popping 是没得比的吧。所以就是每次肯定一点点，小小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这就够了。这是你来到这个舞社去所学到和所吸收的东西。对自己的要求高是好事儿。芭比她真的是非常没有自信的。因为他来到舞社之后，第一次是跳urban，完全不是他擅长的。然后这次又是旗袍，所以我觉得得给他一点点希望和自信。我们今天先把那个所有的动作的细节，我们先按照一个规矩，我们全部定好。因为把规矩定好了，接下来的训练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和明白和清晰一些，好吧？往上延伸一点，在这。对，就是你知道要往远方够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希望在哪里？1、2，那你不在这边吗？你肯定要盯1和2和3，每个位置都是要一样的，就这些角度我们全部都要定清楚。对，脚点起来，对，往远伸。哎 ，OK 了，可以了。你摸我，哎，对啊，你看你摸我是这样摸，轻一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他真的是会一个一个人的，就是摆在那个动作上面去帮我们抠细节，就其实是特别细致，然后要求很严格的一个老师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挺用心的。2的时候，你记得芭比一定要记得转到这边来，其实就很简单，上左脚转过来，手放下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菲菲姐给我最大的一个那个心理上的帮助。怎么上舞台无所谓，主要是有信心的上舞台才是难的。在这一点上，我其实已经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突破自己了。我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享受了这个舞台的话，我相信就是结果也不会太差的。哎，力哥，我们快上舞台了，我们再训一下动作吧。我正好也想看一下自己的动作，我用手机录一下呗。好的，用我的三星 C Flip 3吧，放在这里就可以直接拍了。1、2、3、4。我觉得这个地方还需要再试抠一下。
哇，毛真心今天的很不像毛真心。对，好 OK 哦。把你的后扫 party。我第一次看到旗袍的演出，中国风的舞蹈是这样的，我的脑子里是。然后这次又新的风格的中国的舞蹈，真的哇很厉害。他们的表演是一个 stop， 然后一个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我觉得 Oh my God。谢谢王菲菲主理人和旗袍组的表演。根据之前的选择，旗袍组有30秒的拉票时间。谢谢大家给我们尖叫。首先论复古，我们是专业的，港姐。我哋就係要美死你。当然，其实也有你们看不到的一面。开门，放 Barbie。3、2、1 ，Go！ 棒，帕子棒，帕子棒，帕子。好。我们这群美女如花似玉，非常美丽。如果走到你的心里，请把毛巾放在我们手里。OK， 谢谢现场的50位大众评审。如果你喜欢台上这支作品，请在我倒计时之后扔出你们手中的蓝色毛巾。3、2、1，请投票。多吗？好像我们的团。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非常精彩的表演。我觉得穿了旗袍之后，大家其实要发挥的其实就是这个曲线呐、靠身体的柔软度和控制度，要把你的那个动作做到极限，你才能够把这个旗袍的优势给发挥出来。这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当然除了菲菲姐就不用说了哈，这个架势在中间这个架势之外，刘娇妮让我印象深刻。她的每一个都做到非常极致的那个角度，把这个曲线拉得非常的开，把这个曲线拉得。哇，苏导不错呀。这是对的吧？你很厉害、对，我觉得这是穿着旗袍要做的事情。社长做得好，妖娆。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表演是大家是带有戏剧感的，这个娇妮同时跟之前的表演一样干脆利落。戏也有，然后这个各种身形都拉到极致，让我印象深刻。刘娇妮。是的，我也今天很期待看你们的这个舞台，因为特别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没有习惯的动作也很多，但是你们的表演特别好，就是对于舞者说也，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的想讲的风格也可以，不想讲的风格也那么 OK， 是特别好的点。我可以对芭比和毛剑心想说吗？因为
本来我看到他们都是很酷的 ，Bobby 是 popping， 然后王鑫可以跳 hip hop house， 但是今天看他这样跳舞的时候，我怎么很努力这个要了解这种舞，然后要适应好这个舞蹈嘛，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两个真的很帅、很辛苦、很厉害的。对。因为我也是想说，毛毛呀，还有芭比呀，还有赵舒然，他们原来真的都是有点 man 啊，然后非常 power 的那种类型的。毛毛前几天还在 battle 啊，我要赢，我要power， 对，然后对，像那天老师们来的时候，毛毛和他还在那里这样子，然后今天就在那里，是吧？毛正熙、芭比怎么突破这个障碍？怎么做到的？最后就没办法，我真的这辈子不敢再穿旗袍了。但是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了，这辈子都忘不了。对，我想说，因为一开始我一进来的时候，这个风格确实是跟我原来的风格相差了10万8千里。大家都开发了内心最女人的那个部分。我有最后的一个，我知道我们是要 battle 嘛，但是菲姐今天哇，你真的很高级的感觉呢，真的很漂亮，在中间出来的时候，但是这个是会说 OK 还可以，但是哇，OK 好，我收下。那对，刚刚天哥说的是很对。菲菲姐很漂亮，今天也很漂亮，但是呢，我们的团也很酷的，期待一下。还不忘给自己的团拉一下票，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你们不觉得他们给你们很大的惊喜吗？有，好可爱，是吧？就是这个就是你们非常棒，真的。菲菲老师除了刚刚2位之外，还有谁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赵舒然吧。赵姐，她超酷的，我跟你说，她进来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旗袍，勒得我一点都不能呼吸，我不自如。哇，好酷！我说没事，然后她说我不喜欢，我说好的，退下。哇！我觉得我下辈子还是当个男的吧，做女的太难了，真的。就是这个跟鞋我第一次穿，然后刚开始穿就这样，就真的挺难受的。而且这个旗袍我平常穿的都是XL的衣服，就是现在就是它就在这儿。身材多好呀！但你身材好，他瞪我。是好，不需要是吗？是好，就是没啥用，主要是。好是好。但我不需要。OK。好是好。凡尔赛。姐靠实力哦。你们对菲菲老师呢，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说？觉得她教的怎么样呢？好，丽佳，你有什么想说？虽然你说一下要不要？就一个好字，没有其他的，是吧？赵舒然。虽然你说一下要不要？你想说一下？我不想说。赵舒然说。你说怎么了？不愿意说吗？没有。赤裸裸的威胁，莫名的有点甜，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没有其他人？我想对菲菲姐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见到菲菲姐第一眼就是那种气质高冷美女，就是我就会有一点点害怕。然后就经过这一次跟菲菲姐排练，我记得上一次菲菲姐专门来我们后台给我们，就是每个人送一份礼物，然后都是自己手写的小卡片，然后还有一些礼物，我就觉得哇，就是我突然就是没有想到，就哇好暖心，就是感觉被爱包围了。然后新手杯的时候，菲菲姐我有听到她说下去要多吃点东西，然后换好衣服再来。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句很细心的话，就是我会一直记得，我就觉得就是很感谢。妈呀，你要流泪了，就是很感动，我就觉得就是被爱的感觉。宝贝，没有啦，就是其实我
跟他们排练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有一些其他的自己的原因，所以其实这是我对他们特别抱歉的地方。所以尽可能在我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都跟他们有一些嘱咐，因为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能够做得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大家都很棒。耶。也挺感谢，就是几位那个。舒逸啊，然后王君馨啊，然后他们几个都跳得挺好的，然后包括帮了其他队员很大的忙，然后包括今天就跟君馨有讲说你要安排一下，就是这支舞蹈的故事的走向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舞蹈的走向。就是这一次的故事，就我们是一班就是一起跳舞好久的女团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菲菲姐就可能是我们以前的一个队员，她回来了。然后我们一起跳，可能几年前我们一起跳过的一支舞，就是在享受。我就觉得这里，其实每个姑娘都这几个月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也是有一点就是焦虑，是因为我今年刚刚就是36岁了。这里全部的妹妹们，还有就是加我们的主理人，都是比我年纪小的。舒市长还好有你在，舒市长还好有你在。有你真好，这是一种躺枪的感觉吗？你不用拉我没关系。就是爱你，就是爱你。5Q。然后我想说，好像我们的组里的婷婷，今年18岁，你过来一下，宝贝。妹妹。就是有时候，你没有会想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台上跳这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可能下一年的春天，或者很多年之后的春天，我们还会可以想到今天的这个舞蹈。广东话就有一句话，就是同甘共苦，同甘共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过得很苦的时候，如果撑得过去，我们就可以更懂得珍惜我们以后的。就是可以在一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非常的了不起，我好爱你们。好棒，好棒。然后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觉得我其实不是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想说的是我和青春有个约会，我们都有自己的青春，所以我相信在场的所有的姑娘们参加舞社的这3个月，一定是她们非常非常宝贵的青春，所以我想说，当她们某一天，在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不管它是美好的，它是痛苦的，它是煎熬的，或者是甜蜜的，它都是你一段非常重要的回忆。就像 Miss A， 我参加了 Miss A， 对吧？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人生高光的时刻。它是我遇到了我的队友，我在国外打拼，然后我们发了歌，我当了歌手。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美好的，它是我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我相信这段回忆一定是你们非常重要，因为你们在这里，你们认识了彼此，你们挑战了自己的不可能，所以你们就是最棒的。真的很不容易，谢谢你们，谢谢。OK， 旗袍组的最终成绩已经到我手中了。50位大众评审中，你们获得了。我们这支舞，我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它没有很炸的部分，都是比较柔美、比较有故事情节的。所以其实无论在哪一个舞蹈的后面，其实我们都是挺吃亏的，确实有一点担心。百乐门的跳舞的方式是很开心的一个跳舞方式，他们每个人都做到。你可以去看他们的表情各方面的，还有他们的踢腿啊，用脚尖踢腿啊，还有他们的 twist 这些动作啊，都特别特别的到位。后面那一段舞蹈给我的感觉，前面有点推得有点高，然后后面的话是瞬间冷却下来。这个落差有点大，我觉得如果衔接的话，稍微再换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首先，他们整齐度非常的好，除了主理人王菲菲老师之外，几个出来跳 C 位的女孩子也非常有表现力、感染力。菲菲也没有盖掉其他选手的，这组的话就相对比较平均。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那个层次的表现，可能相对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摆好队形去做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说有点可惜。你们获得了
31条毛巾。谢谢。上一个是什么？那么5位专业技术评审，断裂第1名。那么5位专业技术评审的分数暂时封存，等待最后一刻一起分享。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辛苦了，姑娘们，辛苦啦，菲菲姐。我们在上场的时候，他们也是各种的欢呼，哇！我心里就觉得说，今天肯定会比我自己原本预想的要好。我没有想到毛巾的那个数量，我就觉得要大事不妙。我是没有关系，可是我的队员们是关乎到他们的这个命运的走向，所以有很大压力的。接下来登场的是由程潇主理人带教的鸿雁组，这支队伍拥有一线队员 Ruby、吴静怡、曾豪、叶思米娜，正式队员蔡宇冰、小恩，预备队员毛宁、诗悦、吕雪、周新宇、乔艺瑜。有请程潇主理人和鸿雁组带来他们的舞台作品。我觉得这支舞，它有一些古典舞的元素在。但是又有一些卡点和 power 的地方在。大家的水平还算是比较平均，但是我们的时间特别紧，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开玩笑，一定要好好练一下。哎，好的，然后这个地方要下去一点点。你前面摆好你的 pose， 你肯定也是有 pose。Ruby 的这个出去时候跨步出去吧，只是下面。雨雪的脚不一样，后面的脚是弯的。潇潇老师他平时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是在排练的时候，他是温柔里面带着严厉的老师。5、6，就慢了。他排练的时候特别集中，然后每个人被带动的就是效率很高。我其实蛮想给他们信息，因为他们总是就是觉得可能自己没有中国舞的这样基础的训练，他们就觉得可能自己完成不了。但是其实他们是完成得了的，对。可能我们缺的就是对队员的信心吧，但是潇潇老师就是觉得大家都可以。对，1、2是这样延伸，但是1就是不管是谁，你都要做到这个幅度，你都要做到这个强度，你都要走到这个速度上面来。他对比如说整齐度啊什么的这些要求很高。5、6、7、8，1、2、3、4，不是很齐，就是那个转的那一下点，因为是有些人是延伸很多，然后有些人是马上就走了，就是统一一下我们，最好把拍定死，就是1、2、3、4，最好是3，那你是算1、2、3、4，这样可能会是3转4定在这里，3转4下，1、2、3、4，哎对对是，1、2、3、4、5、6、7、8。1、2、3、4、5、6，对。我们的审美取向也非常相同，这里加点什么东西会更好的时候，大家就是都很认同，并且也特别努力的练习，效率提高，2个小时完成了那种10个小时的扣动作，就是强度。再来2、3 and 4。1、2、3打4，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我觉得最欣慰的是你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能改，能做得到，就是我们一起有一个目标，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我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可以赢，2公一定是第1。我觉得呈现出来一定很好看。
哇！绝了，太美了！太好了！最令我震惊的就是这一组了，他们的效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很宏伟，非常的宏大。一开始好像是一个风景，然后最后他的穿，然后在中间在一起，然后做一样的手，然后他们的 timing 的力度都是很好的，所以有这个哇的感觉。我的心中第一名，我觉得是程潇的。这个作品里面所有人好，全部一个作品全部好，所以哇，完美。好，根据之前的选择，程潇主理人带照的鸿雁组总共有10秒拉票时间，请在我倒计时之后开始拉票。3、2、1。大家好，因为我们只有10秒钟，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这个舞蹈，你觉得我们值得，我们真的这个舞蹈非常非常棒的话，请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爱你们哟。最后一下中了，最后一下中了。现场的50位大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鸿雁组的这支舞蹈，请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3、2、1，请投票。哎呀！工作人员上台计票。他们这组也太多了吧！肖姐撒娇，谁受得了啊？哇，非常精彩的一组舞蹈。记得你之前都是跟男舞者一起合作这些中国风，对吧？这次带领了一群仙女，感觉应该不太一样吧？哦，仙女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谁不爱美女呢？是吧？对。OK， 这整个作品有没有什么主题立意？想要表达什么？然后为什么？就是首先大家看过《甄嬛传》的可能听出来了，这个歌其实是《甄嬛传》里面的一个插曲，然后是惊鸿舞的音乐。这个惊鸿舞其实是唐玄宗，然后他的爱妃有一个叫做梅妃的人，然后跳的这支舞。然后唐玄宗对这个梅妃他的评价是，就是吹白玉笛，然后做惊鸿舞。一座光辉，然后所以呢，刚才那个程潇老师其实前后有拿一个那个白玉笛，对我们想把这个文化韵味给传递下去，然后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设计。其实也一直非常想做，就是国风怎么样能跟街舞的元素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然后也斗胆运用了一下惊鸿舞的这个元素，就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舞台吧，也代表是我们对我们历史的一个致敬，一个尊重。那在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位队员让你觉得突破最大？我觉得大家都每个人对自己而言都很有突破，但是我可能觉得突破更大的是吕雪还有周星宇。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就他们可能动作跟不上，因为就是像我们有非常 power 的舞者，像毛宁啊、Ruby 啊，还有肖恩，他们在这个里面都是非常有 power 的，就反而会衬托出来他们力量会有点薄弱。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跳过，就是民族舞、古典舞，没有这样的基础嘛。然后呢，潇潇老师就是通过他的舞技，大家就能看出来，他对舞蹈的要求非常严格。每次排练的时候，只要他一喊吕雪，叫我大名，我就知道完了，我又不行了。1、2、3、4、5大6，吕雪慢了，再来一次。5大6，吕雪的手是这样子的。那吕雪脚不一样。雪儿是我点名最多的，对，因为她站在我旁边，所以我就感觉我全程我也没看我自己跳，我就在镜子里面盯着她跳。对，潇潇老师很严格的。潇潇老师来之后，咱们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我从来没有见星宇那么努力过，感觉是星宇压力造就了动力。主要是因为潇潇姐是我的同门师姐，咱们就是很害怕不努力跳的话回公司告状，所以咱们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咱们就使劲跳了。然后我还想说一句，就是沈阳老师身上有很柔美的感觉，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对很多
队员去学习的地方。像后面有一段起舞的部分，我本来是做到这个部分，但是我看整潇老师他的那个肩都会打到背这里。这个我就要说一句了，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其实对这方面的表情管理很没有经验。就我们平常跳什么舞呢 ？swag 表情这样的，然后跳就很帅气的爵士，就是没有什么表情，就是这样。但是像这种舞就需要潇潇老师这种，就是自信里带着一点娇俏的微笑，就是潇潇老师的这种自信的微笑，就是娇俏的微笑，给了我们很多灵感。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安利一下潇潇老师，就是因为他在他包括我们整个组的人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小软妹，真的，就是因为他平常就是可能放空或者是休息的时候，会无意识的就是去撅嘴，然后就是摆这种。就这种表情，然后就特别的萌，然后让人感觉哇，真的就是跟外表呈现出来的那种有点高冷的气质完全不一样。对，我们在办公室开会也是，他常常也飘走。对，他就是放空的时候。你一讲，我脑袋里面的画面就出来了。我就今天对我自己有重新的认知了，对，然后我就总结一下吧。其实我觉得每个成员身上都有各自的优点，包括就是我身上也有我的缺点。我觉得我们还是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嘛。我通过排练也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的意义。好棒，谢谢。谢谢台上的仙女们，身边的3位金牌主理人们，看到对手的表现，有什么话想说的？很完美，我很喜欢这样国风的作品吧。然后这次的作品也队形也是很难，而且一般动作也很难的动作也很多的，但是你们的 quality 也很高，所以哇，很美的舞台，棒。我也是跟森的一样的，我喜欢这样的这个国风舞嘛，因为它用了很多这个 space。有这个高度也很多，然后它的 position changing 很多 ，OK， 哇！像刚刚两个老师说的，就是你们的队形其实蛮复杂的，有2-2的、3-3的，然后包括有很多在绕圈的，对吧？扎堆的，然后高低前后都有。然后呢，我是觉得每一个人的进步都非常大。然后我想说，真的，潇潇老师帮到你们很多这支舞蹈，因为他的技巧和他的表现力，给这一支舞加了太多分了。得到了对手非常高的评价。现在，鸿雁组的最终成绩已经来到我手中了。我紧张了。咱们还有评委分，也是哈。我们确实也很难。 50位大众评审，你们猜猜得到了多少条毛巾？得到了46条毛巾！哇哦！这稳赢了呀！我们还有5位专业技术评审的分数暂时封存，等待最后一刻一同揭晓。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开心。虽然是第一次尝试国风这个舞种，但是这次的这个分数给了我们真的很莫大的肯定，就是让我们有了继续尝试这个舞种的信心和勇气。鸿雁组我就觉得非常惊艳，就是他们在那种柔美的动作当中，又去做了很多控制的一些框架，就是柔中带刚，这真的很有那种太极那种感觉。这个舞蹈它的画面感是特别强烈的，舞蹈的编排从开始、中间、高潮到结束位置都是很流畅的，很有故事性的，都无可挑剔。我真是太爱咱们今天的舞台了，
这就是我心中最有意境的惊鸿舞。那就更必须来跟国风满满的徐静欢冰激凌好好庆祝一下啦！那我要牛乳酪酪口味，满满都是鲜牛奶的浓郁口感。我喜欢巧巧的，特别是它的立体浮雕造型。你看，还有小熊猫在竹林里游戏，好灵动啊！哇，我都舍不得吃了。对啊，好想跟这个小团扇一起拍拍照呀。那我们拿着徐俊欢来个姐妹3连拍怎么样？我觉得可以。来，准备，3、2、1。拿着小团扇拍照果然好出片儿，我要发个朋友圈。我也要发一下，纪念一下我们的高光时刻。一起。马上就到了最后一组了，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由赞多主理人带教的锐角组。这支队伍拥有一线队员郑雅倩、周思阳，正式队员大力、桃子、胡马尔、刘亚楠，预备队员赖威尔，好多老朋友啊，李爱笑、李佳恩、魏鑫、吴安琪、顾一舟，加油！有请赞多老师，准备好了吗？请开始你们的舞蹈。前哨的团的表现特别好，所以要超过他们的话，需要非常完美的作品。其实我对我们组信心还是蛮强的吧，我觉得我们可以拿第1。有请锐角组带来他们的舞台作品。Michael Jackson 是我小的时候的偶像。太 crazy 的了，他是我的神。他的主题的作品是特别难，对我来说的挑战很高的挑战。怎么样 ？OK 了吗 ？OK。好，那来吧。好。那说实话吧，我看他们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了。OK， 到这里也可以吧。第一次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说的东西你们记住了吗？我们的主题是Michael吧，所以一定看他的舞台，然后他的 music video， 然后他的电影 This Is It。是他的电影的名字的，所以你们看 ，OK？ 你们看了吗？我想着他或许可能会温柔的提醒我们，但是就是没有，对我们特别的严厉。因为 Michael 的歌也很多 funky 的歌呀，对吧？没有这样感觉，你们表情也不一样。现在他们的团合是很重要的。1, 2, 3, 4啊，不是，stop，别动。所以我叫他们一起练习很多次。我希望他们更理解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这是主题是 Michael 吧，但是可能大家还不知道这是 Michael 的主题。确实当时没有 Michael 的感觉，然后赞多老师提了很多非常有用的意见。这个动作是怎么说？第一的 Michael 的那种动作吧，然后感觉也这样感觉是很重要，因为 Michael 对于女生来说，要复刻这样子的一个经典，我觉得会有点难突破。这个 pose 还没有那么干净的，对吧？也这样一个动作这样决定。但是经过赞多老师一直抠动作，所以大家一次一次练习下来之后，你的感觉就会出来了。OK， 就好像也没有这个烦恼了，不5, 6, 7, 8, 5, 6, 7, 8. 好，
不要啦，不要啦，哦，哈哈哈哈，难。赞多老师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感觉哎，好像慢慢有 Michael 的感觉了。我们这一组就是要给大家惊奇到说哇 amazing 的这种感觉，所以今天会帅气炸裂的一个舞台等着大家。有这个完美的准备，所以可以信自己，可以信自己的团。这次的那个舞台是特别好的机会。3、2、1。碾压了啦，他在中间太强。锐角组首先说他们的服装，一上来就是全部斧头帮的感觉，到后面那一段那个舞步一出来的时候就燃了。曾道老师太帅了，看他跳舞，我觉得像是艺术品。大力太像 Michael 了，一定要给他特写，真的，尤其是 Michael 戴帽子那段，太绝了。谢谢主理人赞多和锐角组带来的舞台作品，因为他们没有拉票时间。现场的50位大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锐角组的这支舞蹈，请扔出你们手中的蓝色毛巾。3、2、1，请投票。
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哇哦，非常震撼精彩的表演。金牌主理人有没有话要说？我觉得，同样也是主理人给了这个舞台加分非常多。然后呢，爱笑进步特别大。就上次你是不是跳了一次 swag 是吧？我觉得那一次跳完 swag 以后，我觉得你整个那个开关被打开了的感觉。很棒很棒。这次让我可能比较意外的是顾一周吧。对。一周就原来是个2次元少女，就是卡哇伊卡哇伊的，然后今天突然一下巨猛。顾一周他贴着 swag， 但是他也是可爱的，因为他一直是这样在舞台上。好的，大家都知道 Michael Jackson 被封神了，也知道他的舞非常难。你们要不要具体讲一下他难在什么地方？是的，就是这次的主题是 Michael Jackson 的，所以呢，对我来说也很难，因为这样的已经他是很有名的艺人，只有魔法的话有一点马马虎虎，所以需要挑战新的风格和他的颜色的融合吧。我刚刚呢，我也有很多压力，然后我也紧张，然后那个入选，我们的入选的时候，我裤子刚刚和不一样。对，因为呢刚刚穿的是皮裤，但是入选的时候，啪，嘣嘣，破了，裤子破了。所以呢，刚刚换裤子了。怎么说呢？他的动作是不用那么危险的动作什么的，但是他的角度，一个一个的角度是特别难，所以这个挑战是对我也对你们也很难的挑战。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尽力。好的，最后一组锐角组的最终成绩已经来到我的手中了，在50位大众评审中，你们获得了34条毛巾。我们才34条啊，跟我们差1套。另外5位专业技术评审的分数暂时封存，最后一同揭晓。谢谢。谢谢。最后一组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除了战斗老师动作力度很到位。那其实其他学员就是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那个标准那个感觉，因为我有看到有人放炮，然后也很难整齐。毕竟这是选手的比赛，不能一直靠咱们主理人，你说是不是？辛苦了，辛苦。我也知道他们的动作不一样，类型也做，timing也做，所以呢，我不能说满意的。然后不是第1名的话，我们会淘汰，所以我特别难，特别有压力。在找灵感吗？来跟徐静欢给舞蹈加点国韵吧。赏玉兰，听雀鸣，可一舞尽欢。寻国宝，游竹林，不负好时光。人生此刻须尽欢。谢谢大家今天带来的演出，现在到了公布最终成绩的时刻了。好害怕。在公布成绩之前，我重复一下刚刚来自大众评审的毛巾数：红雁队46条，锤子队35条，锐角队34条，旗袍队31条。大众评审和专业技术评审联合打分，2个分数相加
即为今日每支队伍的最终成绩。今天的第1名会全员成为一线队员，2、3名队员中将有6位可以成为正式队员，第4名的会全员变成预备队员。31票，我肯定想说完了，那肯定是今天最低的分数了。我说，哎呀，其实我真的挺抱歉的，挺难过的。我的希望是拿到第1名，因为谁都不想离开吧。我觉得就是，从技术方面，我们的难度和完成度都还是不错的，觉得分应该不会低。对，因为我相信我的队员，我们可以赢的。好的，到了公布最后总分的时候了。竞争非常的激烈，有好几队分数非常的接近，我们已经分数打到小数点后3位了。离谱了吧，哥哥们！但是第1名拥有大比数的断层式的领先。我们先公布第1名，第1名就是第1名就是